后为其飞越南星。本期我们飞越的是天地之中河南嵩山。一提到嵩山，人们往往首先联想到的就是少林寺和少林武术，但事实上，嵩山的传奇和厚重却绝非仅限于此。现在，请跟随我们的镜头，一起探索更加香活立体的河南嵩山。嵩山又名外方、嵩岳、嵩高，属于秦岭余脉，主峰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登封市。广义上的嵩山分布在郑州市的登封市、巩义市和洛阳市的偃师区、宜宾区、伊川县，总面积达450平方公里左右。嵩山分为太师山和少师山两部分，主峰太师山峻极峰海拔1492米，最高峰少师山连天峰海拔1512米。虽然太师山不如少师山高，但因其山体更加雄浑俊秀，宛如卧龙，故常被人们尊为嵩山主峰。嵩山作为五岳之一，兼有泰山之雄、华山之险、北横之奇、南岳之秀。山间壁立千仞，林木葱郁，重峦叠嶂，风景如画。加之深厚的历史和厚重的宗教文化，使得嵩山被誉为中原第一山。历史上曾有30多位皇帝来此游历、祭祀或封禅。如今，嵩山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、国家5A 级旅游景区、国家森林公园、世界地质公园、世界文化遗产。嵩山的古老和神奇可能远超你我的想象。在嵩山，我们可以轻松跨越地球35亿年的时空，一睹地球35亿年以来的5个地质年代的地层。当我们面对着那一块块裸露的岩石时，我们就如同置身于一座天然的地质博物馆，翻看着地球的前世今生。嵩山也因此成为了全球仅有的177个世界地质公园之一。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质和地理条件，使得嵩山很早就深受华夏先民们的崇拜，成为了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。在这里流传着许多神话故事，其中流传最广的便是齐母石的传说。话说大禹为了治水，幻化成了一头黑熊，其怀有身孕的妻子涂山氏在上山为其送饭时受到了黑熊的惊吓，变成了一块石头。后来这块石头又生出了大禹的儿子启，启成为夏朝的国君后，为纪念自己的母亲，便将此山改名为太师山。西汉的汉武帝对这个故事很推崇，在游历太师山后，更是在齐母石旁修建了齐母庙以供祭祀。东汉时，嵩山中又陆续修建了齐母阙、太师阙、少师阙等3处汉阙。伴随着时光流转，如今齐母庙早已荡然无存，但东汉3阙还依然伫立在嵩山之上。作为我国现存的为数不多的几处汉代建筑之一，东汉3阙已经坐看了1900年的斗转星移、云卷云舒。1900年后的今天，嵩山作为一座有着浓郁的佛教气息的名山，这里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便是嵩山少林寺。它始建于北魏太和19年，即公元495年，距今已有1500余年的历史。它是汉传佛教禅宗和少林武术的发源地，被誉为天下第一名刹。历史悠久的少林寺，历代高僧辈出，在他们圆寂后，也会长眠于少林寺西侧的少林寺塔之下。这里有着唐代至清代的砖石木塔241座，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、数量最多的古塔建筑群。嵩山中除了少林寺外，其实还有法王寺、会善寺和嵩岳寺等3所著名寺院，它们与少林寺一起并称为嵩山4大寺院。其中创建于东汉明帝永平14年及公元71年的法王寺历史最为悠久，它是汉明帝刘庄为摄摩腾和竺法兰2位印度高僧所建的译经场所，是我国最早建立的寺院之一，比我国第1座寺院洛阳白马寺只晚了3年，比少林寺更是早了400年。
此外，松山中还有我国现存最早的砖塔松岳寺塔，它始建于北魏正光4年，即公元523年，共有15层，高度达40米。虽然已历经了1400多年的风霜雨雪，但松岳寺塔依然傲然伫立着。它不仅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砖塔，而且其独特的12边形制式也是我国古塔中独一无二的。因此，松岳寺塔早在1961年就被选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除佛教外，嵩山也是道教名山，它是道教36小洞天中的第6洞天。东汉的张道陵、唐代的司马承祯、宋代的丘处机等著名道士都曾在此修炼传道。到宋代时，嵩山的道教发展达到了极盛，始建于汉武帝时期的崇福宫，甚至成为了皇家避暑的离宫。嵩山一时间高道云集，香火不绝，盛极一时。相比于崇福宫，中岳庙的历史则更为久远。它始建于秦朝，距今已有2000多年，为道教全真道的圣地，同时也是历代皇帝祭祀中岳庙的场所。中岳庙总面积达11万平方米，居中原各4宇之冠，也是5岳中现存规模最大、保存相对最为完整的古建筑群。嵩山还是儒学圣地，这里有着北宋4大书院之一的松阳书院，它是宋代程朱理学的发源地，是北宋著名的教育场所。一代名儒范仲淹、程颐、程颢、司马光等都曾在此讲学。司马光的历史巨著《资治通鉴》中的一部分便是在此写成的。另外，嵩山在我国天文学上也做出过巨大贡献。这里有着修建于元朝至元年间的观星台，这座建筑距今已有730多年历史，它是我国现存最早、保存最为完好的天文建筑，也是我国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元朝的郭守敬和王洵等人通过在各地和嵩山观星台的观测与推算，在1281年颁布了当时全球最先进的历法授时历。他们所求得的回归年的周期为365.2425天，其精度与现在的公历完全一样，但却早了西方300多年。我国古人智慧之深，不觉使人敬佩不已。中岳嵩山，这座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的圣境仙山，凭借着绝美的自然风光、璀璨的三教文化以及星罗棋布的历史文化遗存而名扬天下，也为中华文明的孕育和发展做出了彪炳史册的巨大贡献，实在是一个值得让每一个中华儿女都去游览一番的地方。如果你还没有去过，那就赶紧准备起来吧。好啦，我们今天的旅程就要结束了。你还知道哪些关于嵩山的景点和故事呢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告诉我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请记得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哦，这对我频道的发展非常重要。谢谢大家，和我一起飞越蓝星，我们下期再见。